3年前，我因为避让不及，冲撞了贵妃。大胆！谁家秀女竟敢惊扰圣驾妃位？婢妾沈氏罪该万死，一时失掐惊扰了贵妃娘娘，求陛下恕罪，求娘娘宽恕。陛下，您瞧瞧，臣妾今日生辰，特意去礼佛求个如意。这沈氏早不撞晚不撞，偏要在回宫的路上触臣妾的梅子，这往后的福气，怕是全让他这一撞给撞散了。臣妾心里好生委屈。爱妃莫哭，生辰见泪，倒真是不吉利。既然爱妃不想见到沈家女，朕如你所愿，传朕旨意，此生朕永不幸沈家女。奴才领旨。入宫3年，连圣上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了，不见圣面，便没那些勾心斗角的肮飒事，安安稳稳的在这儿待一辈子，倒也落得清静。姑娘，今儿个是3月初5，贵妃娘娘的生辰，这满宫里都要闹翻天了。那些位分低的，为了弄件像样的礼物讨娘娘一笑，听说把家底都翻出来了。位分高的在那儿瞪着眼看戏，巴不得出差错。外头热闹是他们的，同我们这儿有什么关系？也是，入宫3年了，咱们落霞轩连陛下的龙袍脚都没见过。您这秀女的名分倒真成了个摆设。孙太医今日要去给柔妃请平安脉，必经御花园，我只要在那儿等着，把东西悄悄塞给他，他就能帮我把绣品带出宫，换些银子回来。不过秀女的衣服太过张扬，所以我会换成丫鬟的服装，方便行动。在这深宫里，像我这样无宠的，若没银子，怕是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简直寸步难行。孙太医，这是这半个月的，劳烦大人了。沈姑娘放心，规矩我懂，换了银子，下月此时还是这里见。多谢。偏偏这时候下雨。跑什么呢？叫你好几声了都没听见，还不快去收拾收拾院子？没点眼力劲儿，陛下要过来避雨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内务府从来不管我，这里头现在别说茶，连口热水都没有，怎么收拾也还是这般寒酸。这雨下得太不是时候，居然招了这么个活菩萨过来。你是这儿的宫女？朕在问你，你可是这里的宫女？是，奴婢是这里的宫女。你家主子呢？这落霞轩的主人姓甚名谁？主子他贵为天子，无论驾临何处，理应合宫拜见。如今天子避雨，你家主子竟然避而不出，只留你一个宫女在这儿唯唯诺诺的伺候。陛下恕罪，主子他其实是……陛下，这偏僻地儿住的只有一位秀女，姓沈。姓沈？
朕上一次大选已是3年前登基之时，入宫的那10几位秀女，早已各自封了位分。怎么这种地方，倒还凭空多出来一个秀女？陛下，您忘了，3年前确实有个姓沈的秀女，不知好歹顶撞了贵妃娘娘。哦，姓沈是吧？这落霞轩的主位身边，只有你这么一个宫女伺候。是，回陛下，只奴婢一个。陛下圣断，君恩如山。这场雨下的实在太久了。腿发麻了，头好沉。放肆！走了。姑娘，您怎么躺在地上？先前去了御膳房，谁知被大雨困住，紧赶慢赶，总算给您带回了这口热粥。御膳房那帮人肯给你？那些见钱眼开的奴才，只要有银子，自然好说话。好在姑娘的秀艺在宫外还算抢手，孙太医带进来的这些银子总算没白费。有了钱，御膳房那边也就不怎么为难咱们了。云雾，外头可是有什么喜事？昨儿个那雨刚停了没一会儿，皇上就在御花园邂逅了徐贵人。那是他的福气。什么福气？不过是会钻营罢了。这不，一觉醒来，徐贵人就进了位分，成了徐婕妤。奴婢是替姑娘难过。这宫里的女人啊，就像是御花园里的百花，各有各的际遇，谁都有绽放的时候。你，唯独我，此生都不会有出头之日。你是想说这个吧？这种事我从来没放在心上。帮我更衣吧。这身子骨真是不争气，不过是躺得久了些，这后背竟然疼得像要裂开了一样。姑娘慢着点儿，昨个淋了那场透雨，又是受凉又是摔着的，哪能这么快就好全了？对了，姑娘，您瞧瞧，这是您的帕子吗？我方才收拾昨儿那身湿衣裳时落出来的，之前怎么没见您用过？这不是我的东西。云雾，你看这料子，这是蜀锦，还是今年才上贡到内务府的头等货。这种绣工，除了御绣房，没人能绣得出来。不是您的，那这东西怎么会在咱们这儿？昨晚只有那个人来过，这东西怕是陛下陛下的御用之物，这要是被扣一个私藏御物的罪名，昨晚那场大雨，他突然闯进来，这东西大概就是那时落下的。那怎么办？姑娘，这可是泼天的祸事啊！如果陛下遣人回来找，
咱们拿什么交代？别慌，既然东西已经在这儿了，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这几日我总是惶恐不安，总觉得圣上会派人过来找，就连夜里也睡得不安稳。姑娘，是我。这几日我这心也总是在嗓子眼吊着，每瞧见个面生的公公经过，都以为是来搜咱们屋子的。咱们得撑住，若表现出异样，才是真的招祸。这都好些日子了，也不见御前的人来巡。姑娘，您说，陛下是不是压没把这帕子放在心上？他是九五至尊，富有四海，一方帕子在他眼里，或许就像掉了一片叶子那么微不足道。想来他应该是真的忘了。开门，是陛下。别愣着，快回床上去躺着，把被子盖严实了。那日我摔在地上，皇帝和他身边的人必然已经看清了我的脸。现在若以秀女的身份出去，那就是自投罗网。朕那日过来，丢了一方帕子，你可曾看到了？帕子，奴婢回陛下，奴婢确实在院里拾到了一方帕子。可是，一方紫色的帕子，奴婢见那料子金贵，还以为是沈秀女落下的，怕弄脏了，就先收起来了。沈秀女的，那是朕的，去拿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拿，请陛下稍后。陛下，帕子在这里，奴婢一直好生收着。陛下您快瞧，帕子还跟新的一样，半点褶子都没落。贵妃娘娘若是知道了，心里那点火气准保立马就熄了，定会欢喜的不得了。贵妃娘娘也是，方才不过是见您拿不出这帕子，才使了些小性子。他那一哭二闹的本事，朕今天算是领教够了。若非为了这帕子，朕何至于半夜跑这一趟？想必两人闹得不欢而散，皇帝这才一路带气寻到了这里。我还是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为好。朕记得你，上回在这儿，你可是险些晕到朕的怀里。奴婢该死，惊扰了圣驾。抬起头来，朕让你抬起头来。尊贵如天子，此时此刻说出这种话，不难猜出他起了怎样的念头。更何况，他若是知道我就是那个被他厌弃，甚至让他立誓绝不宠幸的沈家女，这便是欺君之罪。难不成真要再晕一次才能躲过去？陛下，贵妃娘娘派人来寻您了，说是娘娘心口疼的厉害，正哭着等您回去呢。走吧，算他还有点良心，还知道让人来找朕。姑娘，听闻这半个月，陛下天天都宿在贵妃娘娘宫里，那位徐婕妤才风光了几天啊，这就连陛下的面都见不着了，真是可惜。这后宫里的圣宠本就如镜花水月，见多了这种起伏，心里竟连半点波澜都经不起来。其实这样也不错，我母族示弱，
又被皇帝亲口厌弃，注定得不到圣宠。没人记得我，反倒没人会来算计我。这是入春以来的第2场雨了。发了一整日高热，使了银子弄来的几副药都没见效，再烧下去，人怕是要废了。孙大人，孙大人，请留步。云雾发了整整1日高热，寻常的药根本压不住。我记得大人手中有一种特制的药丸，治风寒有奇效。这是姑娘要的东西，拿好。多谢孙太医。姑娘，那位昨日回来了。他让我转告姑娘，无论宫墙多高，他定会想法子带你出宫。云雾还在等药，得快点。是你。怎么总是站不稳？到镇上来。他的心情很差，比起那晚找帕时的盛气凌人，此刻的他更像一柄入鞘的利刃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陛下，这宫里的人见得落雨都恨不得把门窗钉死。这宫里的人见得落雨都恨不得把门窗钉死，生怕沾了寒气。你倒好，冒着这么大的雨在御花园里横冲直撞，走得那么急，是要赶着去见谁？回陛下，奴婢只是有些急事。急事？在这宫里除了朕，谁还有急事？罢了，这宫里人人都有秘密，朕若是个个都问，这日子便没法过了。当朕没问。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这宫里的女人见了朕，无一不是千方至计的讨好，恨不得把整颗心都掏出来捧到朕面前。可你却口口声声不想做朕的女人，告诉朕为什么？他看出来了，那日让我抬头时的迟疑，刚才让我进前时的不愿，终究是没瞒过他的眼睛。正因如此，奴婢才不敢冒犯陛下。不敢冒犯？陛下是九五之尊，是这天下的主。于奴婢而言，陛下就像九天之上的孤月，太遥不可及。奴婢命薄，只求能在落霞轩安稳度日，实在不敢奢求那些不属于奴婢的荣华，更不敢生出冒犯之心。不敢冒犯？朕在这宫里听了太多假话，你这句倒像是有几分真心。去吧。
明日夜里，朕在这里等你。是，这一回他依旧没能看清我的模样，可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，甚至让我明日再来。他是天子，或许这只是他随口的一句戏言。明日我准时赴约，等待我的可能只是空荡荡的凉亭。可他是九五至尊，他既然说了，我就得照做。而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一日其实是他母妃容妃的忌日。传闻中，容妃当年官绝天下，进宫前已有心上人，却被先帝强行锁入这重重深宫，生下了如今的陛下。容妃终日郁郁寡欢，在陛下尚且年幼时，便在这金丝笼里耗尽了最后一丝命数，绝望而亡。或许是因为我在他面前表现出的那种抗拒与不愿，让他想起了那个被困了一辈子的悲苦女人。这一路走来，竟连个打瞌睡的太监都没撞见。看来陛下是铁了心要把今晚变成一场无人知晓的幽会。他早就吩咐过了，今日此处只会有我跟他。陛下，你过来了。奴婢不敢违命。在走出落霞轩的那一刻，我到底还是改了主意，亲手洗掉了脸上那些伪装的红点子。在他面前耍心眼儿，实在太冒险了。越是刻意掩盖，才越显得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过来，到朕面前来。来之前，我看着梳妆台上那盒劣质的胭脂，本想过要在脸上做点手脚，画些红斑或者点些丑陋的痕疤，可在那最后一刻，我还是收了手。在这样一个人面前耍那些拙劣的心机，无异于引火自焚，倒不如坦坦荡荡，赌那1/1000的生机。又不丑，生得这般好，为何之前总是不敢让朕看？我不明白，一个高高在上、杀伐果断的95至尊，为何会有兴致深夜等在凉亭，只为逗弄一个身份卑微的宫女？你叫什么？朕许你一个前程，不必在那落霞轩蹉跎了。朕准你明日便来御前伺候，如何？御前伺候，这对这宫里任何一个宫女来说，都是平步青云、一步登天的天大夫刑。可我不是宫女，我是沈家那个被他亲口厌弃、明令此生永不幸的庶女。奴婢命薄，受不起这样的抬爱。朕问你，你叫什么？不愿意。请陛下明鉴，并非奴婢不知好歹，更不是奴婢不愿意攀这份高枝。哦，既然愿意，那为何不仅不谢恩，反而露出一副大祸临头的模样？奴婢若是走了，这世上便再没人真心实意地护着她了。主仆情深，奴婢实在是舍不下她。你罢了，既然你这般重情，朕也不好做那个恶人。那你便先跟着他吧。奴婢
谢陛下恩典。姑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冲撞了哪位贵人？云雾，快扶我一把，我这腿是软的，站不住。谁能想到，3年都见不到一面的人，这短短几日，竟然连着见了3面。陛下他到底说了什么？他要许我前程，要我去御前伺候。云雾，那是御前啊！他每说一个字，我都觉得自己是在鬼门关转了一圈。这宫里的恩显，从来都是带血的。姑娘，咱们这儿总算能彻底清静一阵子了。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估计您都不用担心会再撞见皇上了。宫里出什么大事了？天大的喜事，宁嫔娘娘有身孕了。宁妃可不是嘛，这是皇上第一个孩子，大家都说她这次恐怕直接要封妃了。封妃。云雾，你还记得选秀那会儿吗？奴婢记得，那时唯独您同他家世最差，才分在同一个院子。那时他性情温和，总被排挤，我便常常替他出头。只是这情谊太薄，经不起这宫里的风浪。后来他封了位分，而我被遣到了落霞轩。打那起，便再也没见过了。传陛下口谕，宁嫔有喜，乃大齐皇室之长，朕心甚慰，着令各宫后妃亲手缝制服物，为宁嫔母子添福。沈秀女，这可是头一份的恩典。公公辛苦，只是往年这类事，向来不必惊动落霞轩。陛下方才突然停笔，问了一句：“宫里是不是还有个秀女？”刘公公回说落霞轩还有位沈秀女，陛下沉默了半晌，最后才吩咐了一句：“此事知会那边一声。”姑娘，陛下他竟然主动提起了您。知会那边一声。原来他还没忘了，这宫里还关着一个沈家女。参见贵妃娘娘。这后宫里真是什么颜色都想出来晃的。看他的面色，怕是在里头吃了鳖。如今我在他心里，怕是连半点威胁都构不成了。公公，烦请再通传一声，落霞轩沈氏求见宁嫔娘娘。沈秀女，您都站了整整1个时辰了，还没明白吗？陛下此刻正在里头陪着宁嫔娘娘用膳呢，皇上难得有这般兴致，两人正亲昵着，哪有空见您这种没位分的？原来是陛下在，怪不得贵妃娘娘方才出来时脸色那般难看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请留步。陛下方才听闻您来了，叫奴才追来，务必带句话给您。请公公明言。陛下说，您身边的宫女机灵，叫您务必好好看待她。妾身谢陛下挂怀，定会好生对待身边人的。既然他也走了，这宁嫔我今日必须见他。姑娘，
奴婢听闻那些高门娘娘们个个都送了极贵重的服务，谁能想到最后得嘉奖的竟然只有咱们那小小的平安符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在这宫里，这嘉奖未必是好事。沈姑娘，这可是泼天的恩典。这满后宫的绣艺再好，陛下也只认了您的。此番陛下大赏，秀女这2日若得了空，还是亲手做些可口的糕点什么的吧。公公的意思是，让您身边这位机灵的人送到御前，也算是个谢恩的礼数。多谢公公提点，这是自然，妾身省得了。听说了吗？落霞轩那个沈氏，这回可真是翻了身了。可不是嘛，各宫宝贝堆成山，陛下愣是瞧都没瞧一眼。一个被厌弃了3年的沈家女，凭什么？姑娘，您刚才听的那些人的话，他们分明是嫉妒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这宫里的恩典哪有白拿的道理？交换？方才回来时，你没听见传旨的小太监说吗？封将军得胜还朝了。封将军？那位屡立奇功的封将军？皇帝龙颜大悦，要大赦天下，这恩典也落到了咱们深宫。您瞧瞧，头一个便是您的名字。姑娘，咱们能出宫了，奴婢这就去收拾东西。名村怎么到这儿就没了？怎么会没有奴婢的名字？确实没有你的。姑娘，这不对啊，早就到了出宫的年纪，怎么会不在名录里？我的名字在上面，你的却不在，这哪是放我自由？这分明是要把我身边唯一的眼睛也给剜了。那谢恩的糕点，看来我是不得不送了。沈小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想要什么，支持云雾姑娘传个话便是。平安符得了圣上嘉奖，总要亲手做些谢恩的糕点，才不失礼数。是，快把临窗的灶台空出来！你们2个，手脚利索点，给小主打下手。沈秀女，陛下正与封将军议事，您先去隔间候着。有劳姑娘。好你个风月，朕原本以为你这铁树一辈子都不会开花。朕道你为何战功赫赫却不要奖赏，推了那么多婚事，原来是心里早藏了个人。朕当年许下永不幸沈家女的诺，倒像是冥冥之中成全了你。风月，你瞒得可够深的。你我君臣多年，朕知你性子孤冷，难得有个放在心尖上的人，朕自然要成全。3年未见，臣只想知道，他如今过得可好，有没有受委屈？受没受委屈，朕说了可不算。巧了，他的贴身宫女此刻就在屏风的另一侧等着谢恩呢。你过来，同封将军好好讲讲沈秀女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。朕平时见你挺机灵的，怎么今日封将军在场，你倒成了哑巴了？朕让你说话，为何不开口？难道还有什么话是朕听不得的？陛下，其实奴婢并非……滚出去！朕叫你滚出去，没听见吗？洋洋，没什么。不说话才是对的。
在这等了很久吧？沈阳。是。进来。那日你穿着发白的宫女服，在大雨里撞见朕，是觉得朕再也不会去落霞轩了，对吗？你索性将错就错，演了这么一出忠心宫女的戏码。沈阳，朕说的是也不是？是，陛下圣明，一切正如陛下所言。那好，朕问你，你那日冒着大雨，到底去见了谁？可是风月的人。回陛下，臣妾那日去见的是宁嫔。宁嫔？臣妾入宫前便同宁嫔娘娘有旧，那日私底下去找她，也不过是想寻她帮个忙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大可亲自去问宁嫔娘娘，看臣妾是否有半句虚言。借银子？你冒着杀头的风险，大雨天前出落霞轩，就为向宁妃讨几个铜板？回陛下，臣妾在落霞轩3年，炭火冷，茶水凉，无银钱打点，怕是活不到今日。有趣，当真有趣。这宫里的女人，哪个不是变着法子跟朕要恩宠、要位分？沈阳，你想要钱权，来寻朕岂不是更简单？那晚点个头，谁还敢克扣你份力？陛下恕罪，臣妾人微言轻，从未敢有此等非分之想。可惜，你现在就算后悔，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他跪求朕免你欺君之罪，赐他姻缘。朕用厌弃的你换回了将军赤胆忠心。2个月后放你出宫，回落崖轩待着，走时别给朕丢脸。臣妾明白，陛下圣才，均无戏言。3年前如此，如今亦是。沈阳，朕倒是好奇，你同他究竟有什么渊源，值得他拿一身军功来换？大夫，快，就是他，请您救救他，我带了银子。此去深宫万重，你要万分珍重。祝你将来能做人上人。孙太医我会留在宫里，若有难处，只管寻他。臣妾从未想过封将军会如此，更未料孙太医说的离宫之法竟是这样。哼，他倒是个情种。朕既已许婚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陛下圣恩，臣妾感激不尽，只求陛下开恩，准宫女云雾随臣妾一同离宫。沈阳，你一向聪明过人，难道当真不明白？你以为他的名字为何没在名册上？是因为我，对吗？因为那夜雨中的初遇，因为深夜您来叩门寻帕子，还有前2日那场月下的闲谈。朕贵为天子，想要留下一个人，竟要费这许多周折。可朕万万没想到，那沈家女是你，那宫女也是你。朕金口玉言，永不姓沈家女。朕亲口赐婚，将你许给风月。沈阳，你让朕在这宫城里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罢了，不过是一个宫女而已。朕既然已经成全了风月，也不差这一个。朕明日便让人将云雾的名字补上出宫名单。沈阳，你想要的人，朕都给你。沈姑娘，这些是内务补按规矩补给您的份例，还有些是额外的赏赐，您收好。姑娘，这收起来吧。好在人人都知道我快要离宫了，这些东西在旁人眼里不过是皇帝的一点凌波恩典，倒也没谁会真的把心思放在这儿了。
沈姑娘，这是我家主子的一点心意，贺姑娘离宫之喜。娘娘还交代了一句话，她说从今往后，您与他之间便彻底两清了。替我谢过娘娘。两清？当初若不是姑娘您在那个破院子里护着他，他哪有命活到得宠？如今送2件首饰，就想把以前的情分全抹了？情分，情分。云雾，你忘了3年前那条公道了吗？当年若非他在背后推了我那一把，我便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冲撞到贵妃的仪仗，更不会沦落到这落霞轩3年。人心险恶，世事无常，他以为我忘了，其实我只是在等。姑娘，难道这次陛下那边……没错，前2日我确实用此事要挟了他，让他在皇帝面前帮我圆了那个雨夜巡吟的谎，所以他才急着送这些东西来，想买断这桩旧账。好，既然他想清，那便两清。孙大人，劳烦您替我向封将军带句话。姑娘请讲。告诉他，娶我这件事到底是他吃了亏，我这破败之身欺君之名，若他此时后悔，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封将军看过信后，只回了这4个字：不亏不悔。红墙黄瓦，月落闲街，眼看着大祭的日子近了，这宫里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场喧嚣。原想着离宫在至，能落个清静躲躲懒，可这回倒真是躲不掉了。因着先前给宁培绣的平安符得了皇帝的嘉奖，这名声到底还是传到了那位耳朵里。落霞轩沈氏参见贵妃娘娘。哼！哎呀，沈姑娘怎么这般不小心，在娘娘面前如此失礼？确实是不小心。陛下方才夸你绣的平安符有灵气，既然如此，你便辛苦些，给陛下和这后宫的后妃们每人都绣一个吧。臣妾领旨，谢娘娘抬爱。起吧，沈姑娘这般伏在地上，倒叫人瞧着心疼。本宫自认美貌，在这后宫亦是少有敌手，可今日瞧了你，却仍旧不得不承认，你生的真是极好看。只可惜这明珠到底是要蒙尘了。3年前陛下便验了你，如今即便放你出宫，你这被皇家弃了的名头顶在头上，估计这辈子也嫁不出去了。好生珍惜这最后2个月在宫里的好光景吧。这种金尊玉贵的地方，你出了门可就再也瞧不见了。是，谢娘娘教诲。给陛下请安。在外头等着。是，在外头等着。短短5个字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。我以为这一等又是没完没了。3年前，他为了哄贵妃，能让我跪上3个时辰。今日这赏赐这么多，怕是又要等到天黑了吧？不必等了，跟着朕。陛下，可是有要事交代？拿出来。刚才在贵妃那儿磕成那样，不疼，拿出来，朕给你上药。这种小伤，臣妾自己处理便好，不必劳烦陛下。这宫里的女人个个都娇惯得很，莫说摔了这一跤，就是掉根头发都要跑到朕面前百般委屈。
变着法子求朕怜惜。你倒好，倒是对朕避之不及。所以说，陛下对臣妾其实也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等臣妾真的离了这深宫，陛下日理万机，怕是再也不会想起臣妾了。你总说朕是一时新鲜，可你凭什么断定朕不是真的看上你了，心里当真有了你？陛下，臣女惶恐。臣女，你现在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，是笃定了朕一定会放你走，去给风月当新娘子。陛下是九五之尊，金口玉言。封将军立下赫赫军功，陛下已当众许下承诺，想来定是说话算话的。天子一诺，万山难阻。凭什么？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难道连留下一个女人的资格都没有？朕又不是庙里的泥塑圣人，为何便不能偶尔随心所欲一次？为何朕不能给自己留一个后悔的余地？这些日子得了赏赐，手里宽裕了，御膳房送来的东西也比从前好了不少。没长眼的东西，敢撞本姑娘！彩萍姐姐，明明是你冲过来的，我都已经避让了。你避让？我瞧你这手脚倒是麻利，连这极品的血痕都敢往落霞轩淋，也不瞧瞧自己主子什么德行。那是内务府批给落霞轩的份礼。嘿，什么份礼？徐婕妤前些日子才得了圣宠，这正是吃缺补品的时候，非说是你们落霞轩偷拿了咱们宫里的东西，谁不知道你家那个沈秀女马上就要被圣上像扔破布一样送出宫了。一个没位位没家世的弃妃，哪配得上吃这些精细东西？你胡说！我家姑娘是圣上亲赐的恩典，你不过是个仗势欺人的奴才，凭什么羞辱我家姑娘？还敢还嘴！来人，给我撕了这丫鬟的嘴！本宫当是什么金贵地带，原来竟是这种连耗子都嫌寒碜的破落户。落霞轩简陋，惊扰了婕妤娘娘的圣驾，不知娘娘带着这么些人破门而入，有何见教？你手下的宫女不知尊卑，冲撞了本宫的大宫女，把她交出来！本宫今日要亲自好好治治她，教教她这宫里的规矩。婕妤娘娘怕是误会了，哼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不知尊卑的小蹄子给我押走！领命。娘娘带人强闯落霞轩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拿人，这是准备滥用私刑。哼，滥用私刑？沈秀女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本宫是正经的婕妤，你无品无阶，在这宫里连名分都没有。别说是治你手下的宫女，本宫今日便是连你一起打了，传出去也无人会说本宫半句不是。还不快些将人押走！姑娘，都怪奴婢，是奴婢不该争那一时之气，连累了你。怪你？本宫看最该怪的是你家主子，若非他当年不争气，惹恼了贵妃娘娘，这3年来，落霞轩又怎会落到这般人人可欺的地步？人人可欺？说他的位分在你之上呢，你还敢如此吗？陛下，臣妾只是……出去！往后不准再踏进落霞轩半步，更不准再来叨扰沈央。既然你说他受了委屈，那这3年来，你主子在这落霞轩里受到的所有不平、所有冤屈，无论大小，都给朕一五一十的细细道来。陛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不过是些琐事。你进屋去。在他没把话说完之前，你不许出来。
抱歉。陛下，陛下何故说出这样的话？这实在是折煞臣女了。朕今日听了那宫女的话，才知道这3年来，落霞轩竟是这般光景。陛下的一句话，便能决定无数人的前途与命运，甚至生杀女夺皆在您一念之间。臣女能得陛下今日这一生怜惜，已是几辈子修来的运气，又怎敢让陛下致歉？朕方才在院中所说，字字句句皆是认真的。只要你想，只要你敢，朕今日便能封你。陛下，陛下，您是这座宫城的主人，是天下万民的主宰，在这重重深宫里，臣女不过是千百个影子中的一个，实在太微不足道了。况且离出宫的日子已近在咫尺，民女如今只想安稳度日，不想再多生出什么事端了。朕差点忘了，朕许诺贵妃在前，应允风月，赐婚在后。沈阳，你是要出宫的人了。姑娘，听说陛下那天回去以后雷霆大怒，惩治了好多人。徐婕妤连降3级，如今成了徐才人了，就连贵妃娘娘那边也受了冷落，整整1个月了，陛下都没踏足过这后宫一步。他是后宫女人们敬仰爱慕的君王，是说一不二的帝王。可我这一刻看着他，却恍惚间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姑娘，你也是来看花灯的。今夜人多，小歇歇，别挤着了。那时候的他笑起来像是3月的春风，而现在的他终究是这深宫的主人了。敬告天地，日月星辰，既安且宁，敬拜下土之灵。你瞧，那位便是凯旋的风将军，这通身的气派，真是比京城那些世家公子还要俊上几分。可惜是个冷面修罗，听闻他在边疆杀伐果断，多少高门贵女想攀亲，都被他给拒了。这样的人，真不知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入他的眼。沈阳，若朕此刻不顾一切反悔，陛下，谢主隆恩，臣女祝陛下江山永固。公公，这是落霞轩送来的平安符，烦请呈给娘娘。行了行了，娘娘今日累得够呛，早就歇下了。这大半夜的，也就你们这些没名分的还得四处奔波。累些也好，他们疲了便没心思见我，反倒省了许多口舌。沈姑娘，您可算来了，陛下在里头等着您呢。等我，刘公公，这不合规矩。在这宫里，陛下的话就是规矩。姑娘请吧。臣女给陛下请安，这是各宫要的平安符，最后一批已绣好了。这披风很衬你，朕的眼光果然一直没错。谢陛下赏赐。看看。陛下，臣女惶恐，此等军国大事，臣女不敢妄议。大局已定，这算哪门子军国大事？这是风月今日送来的请婚折子，他在里头言辞恳切，说与你相识于微时，求朕成全。眼看着月底就要到了，他立了那么大的军功，朕身为九五至尊，竟然连一个像样的回绝理由都找不到。沈阳，你告诉朕，朕到底该怎么办？不如你来求求朕。怎么求？怎么求？像后宫里的那些女人一样，想方设法讨好朕，取悦朕。只要你肯点头，沈阳，朕的心到底有多软，全看你今晚的本事。
臣下方才去给贵妃娘娘送平安符的时候，听说她晚些时候要过来，说是要给陛下送亲手的补汤。陛下向来情深，定然不会辜负贵妃娘娘的这份心意，对吧？就如同3年前那般。好，沈阳，你好得很，滚出去！听说了吗？圣旨下了，陛下封落霞轩那位成了靖安县主，还恩准他在宫中待嫁。这可真是破天荒的头一遭，这么一来，倒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家恩典，谁还敢提他曾是皇帝的宫妃？姑娘，您瞧，这珍珠大如龙眼，这赤金头面沉的压手，真好，真好！奴婢原本以为这辈子就要陪着您死在那落霞轩了，真好，姑娘，这辈子奴婢还能看您穿上这一身正正经经的红嫁衣。是啊，真好。这确实令人唏嘘，可我明白，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。贵妃同他情起年少，在外人眼里那是泼天的恩宠，可到了如今，那点情分怕是早已被这权谋消耗殆尽了。他珍惜那方帕子，心里或许只是在想，贵妃的母族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彻底倒台。他贵为天子，却活着比谁都假。为了稳固江山，他每天都要在这后宫演戏，演得好累。宁嫔怀了皇嗣，那是这深宫唯一的指望，可看她的样子，却不见得有多么欢欣这个孩子的到来。对她而言，那不过是制衡前朝的一枚棋子罢了。至于别的柔妃、王贵人、徐洁妃，他们在这宫里挣扎、算计、求宠，那都是他们自己的际遇。这一切，从此都与我无关了。臣女沈央，叩谢陛下隆恩。今日一别，愿陛下江山永固，万岁万万岁！走了，真的走了。离了朕，你倒是真的活过来了。陛下，您且宽心，今儿个县主出嫁，那是举国同庆的好日子，还是陛下的眼光好，挑了这么正的红，当真是好看极了，趁着人跟画里走出来似的。好看吗？那是别人的，别人的，终究是成了别人的。孙公公，3年前的一诺，定了我3年的凄凉。今日的一悔，却再也换不回那个在雨地里等你的沈家女了。泱泱，这几日舟车劳顿，瞧你脸色总有些苍白。回京的路上，咱们走慢些。哪有那么娇气？不过是南方的点心甜腻了些，胃口不佳罢了。去，把镇上最好的大夫请来，就在前面的客栈候着。恭喜将军，贺喜夫人。夫人这脉象沉稳有力，乃是如假包换的喜脉，已有2月余了。泱泱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要有孩子了。姑娘，京里出大事了。是那位又有什么动向了？与此同时，宫里也传出了喜讯，皇帝的第3个孩子出世了，是个公主。帝王的爱最是薄情，信上说，现在最得宠的反而是这位才出世的3公主。是，听闻那位3公主生得粉雕玉雕，皇上爱如珍宝，只因她生得极像其母。还在想宫里的事？我在想那位3公主的生母，听说那是个民间女子，入宫便被独宠，占尽了后宫的风头。陛下，娘娘方才传了话出来，说她如今已是罪臣之女，满身污秽，实在是无颜再见圣驾。娘娘还说，从此往后，她与陛下日渐疏远，唯愿老死不相见。随她去吧。陛下，
贵妃入冷宫，后宫空虚，为了绵延社稷，请陛下重开选秀，充实列庭。朕说了，不许！朕因故人离去悲伤难抑，谁再敢提选秀二字，朕绝不轻饶。外头都在传，陛下对贵妃深情不渝，竟为她锯了百官选秀的折子。这世上，没有人会关心他的悲伤究竟是不是真的。是啊，那些朝臣们只会惋惜自己不能再送女儿妹妹入宫去讨好天子。后来许多年，后宫真的再没有进过新人。他守着那座空城，守着他的诺言与悔恨，终究是孤单帝王，寂寞朝堂冷。